前几集视频聊的都是美国历史上的公路和旅行，这期聊聊达克房车自驾编不出来的故事。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的古训，在今天前者很容易做到了。达克的福特皮卡里程显示，拖挂行车累计已经达到了10741英里，相当于17200公里。这1万多英里大多是拖着二手的拖挂南北往来佛罗里达3次的记录，还到过美加边境的千岛湖、麻省的鳕鱼角和家里周边几个景点。很喜欢看各种房车旅行的视频，自己也做一期讲讲拖挂房车旅行的优点、苦与乐。房车旅行并不是有钱人的旅行。上次在波多黎各一位朋友家，他们指着露台对面的一座小岛告诉我们，那就是前几年媒体曝光的丑闻的主角爱波斯坦的私人小岛，经常是直升飞机来回，大户人家在佛州、在加勒比海都有度假别墅，还有很多富裕人家在自家附近有湖的地方也建有度假屋。房车旅行只是普通人家的选择。房车在美国的普及情况大致是这样：2021年美国房车的保有量是1100万台，超过11%的美国家庭拥有房车。10多年前我们搬到现在的小区，左邻右舍好几家都有房车。对面的大叔原来是做汽车修理的，这10几年间先后换了3辆房车，这还不算他以前带着全家周游美国的车子。入乡随俗，无形中放大了达克很早就有的房车旅行的冲动，一直在家里鼓吹房车梦。在自行房车和拖挂之间，我们选择拖挂。自行房车价格贵，配置复杂，维护动力部分的车辆就是个问题，如果不长时间长距离外出，没有必要。然后是考虑新车和二手车。就使用来说，如果不完全住在车里，即使超级房车爱好者，一年中最多也就3到4个星期使用房车。达克这3年的使用情况看，每年也就3周多一点。新车在头几年折旧非常快，有关的网站介绍，只要稍微使用，价格就会掉20%。在达克搜索信息时，看到一个车主在 YouTube 上抱怨自己新买的拖挂房车的毛病，都是些加工不仔细、不到位。这也是达克这些年在美国的一个感受，即使是行业里的大公司，干活的人不用心，效果也不见得好。拖挂房车实际上就是一个车架子上装了个房子，车架如果结实，上面的东西都可以翻新。不信的话，您看后面的内容。2019年夏天，在 Craigslist 上相中了一辆8联车龄的二手拖挂，尺寸大小非常适合达克一家3口的出行。因为 Craigslist 上骗子很多，通常以非常诱人价格吸引你和他联系。达克按电邮小心地沟通联系，确定确实要卖车后，才带上家人去看。之前我们也逛过房车展，看了附近房车专卖店的新旧拖挂，多少有些参照的标准。卖车的是一户普通人家，在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。见到这辆拖挂后，孩子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上下铺的布局，我们则觉得价格合适，卖家开始报价6000，最后5500美元成交。卖家很诚实，提供了全套的文字材料，告诉马桶有漏水的问题。当时唯一拿不准、冒点风险的是冰箱，房车的冰箱制冷要一定时间，不是立刻能看出来的，还好冰箱没有问题。后来也认识到，虽然拖挂有点年岁了，可是累计使用的时间估计都不到1年，除了老化部件需要担心，一些功能性的部件使用的并不多。看了外观，没有锈蚀，内饰也干净，车内没有异味，灶上都没有油烟，于是就定下来。男主人答应第2天送货到家，事后想这样考虑很周到，卖主不知道我们的驾驶技术如何，万一路上出了问题，是驾驶技术还是拖挂问题，责任不好说。好在离得不太远，40分钟的车程。第2天我们去引导他们开到我家。3年的使用，这辆19英尺长的小拖挂，从新旧、尺寸、功能和价格
都非常适合达克家。买了拖挂后，正好在疫情3年派上用场。3个冬天从纽约下佛罗里达3次，3个夏天分别北上去了千岛湖、麻省的鳕鱼岛和费城，秋天则在周边几个房车营地过周末。如果看专业的房车旅行视频，经常会讲到车上的水电配置。在美国，房车营地比较发达，有16000多个专业营地，还有露营的地方可以提供驻车。达克基本选择营地驻车，很多地方1天可以到达。在去佛罗里达的3天行程中，会选择在沃尔玛或者高速休息站停靠1晚。最初出行时还将水箱里的水注满，后来只装1/3，作为1天洗漱和厕所用。车里还放2桶桶装水，饮用和做饭。一般说，高速上都有休息站，可以解决用水；不在高速上，也可以找沃尔玛。他家的布局绝对在30到50英里内可以找到一家。用电的方案有3套，一是2块蓄电池，维持拖挂照明几个小时问题不大；一个移动电源，能存1度电，能保证1晚上的照明和烧水；3是一台3000瓦的汽油发电机，如果营地没有电源，可以解决照明、做饭和涮火锅。唯一不行的是空调，只能换成电扇。车上的取暖、做饭、热水和冰箱都可以用液化气，2个30升的气罐灌满，我们要用上2到3年。为防止意外，购买了 AAA 的会员，他们有一款服务包括拖挂房车，1年会费大约140美元，迄今还没有用到过。房车最大的优点就是旅行时间可以非常灵活。除了第一次去佛州，我们提前在网上订好营地，后来2次都是在路上行进中网上预订。房车营地的价格一般比较固定，不像旅馆和机票，临时订价格会高一些。这样出发的时间不像赶飞机火车，收拾妥当就可以出发，路上到点就找地方停车吃饭，吃完饭还可以午睡一下接着走。房车装的东西也多，达克第1年甚至将2只宠物兔也带上去了佛州。第2大优点是保证旅行吃得好，房车里的冰箱足够存下3到4天的食物，甚至出发前1天剩下的饭菜都可以带上。第2天中午路边一热，感觉比在外临时找家餐馆方便。每次出行的早餐基本都在拖挂上解决，同时规律会做拿手的三明治当午餐。出发前准备些酱牛肉、咸水鸭之类的熟食，也把牛肉片或者羊肉片用 BBQ 酱酱好，包在保鲜的塑料袋里。晚餐如果不在外面吃，回来分分钟搞定。在海边可以到海鲜市场买些海鲜，回来简单加工也不错。带来的成品消耗完了，就上速冻饺、方便面。外出1周，吃的基本不用到餐馆解决，当然不足是错过了各地的小吃和特色餐馆的机会。第3大好处，路上遇到风景可以随时停留，比如在佛州看到路边的橘子树，地上掉了很多橘子没人管，就像纽约苹果园一样。在千岛湖看见路边卖玉米的，也可以下车买几个绝对原产的当午饭，还可以将车停在海边，面朝大海，停在深秋金黄的树叶中，让车也直接进入一幅风景画。在很多房车营地，经常看到上年纪的美国人进入营地后，把房车周围布置得非常个性化，然后也不出去看景点，就在房车的遮阳棚下休闲、聊天、看书，待上2天，继续开拔到下一个点。年轻人和带孩子的家庭则早出晚归，不在营地待着。从旅行花费来说，有关机构统计是，一个4口之家可以节省20%到60%的旅行费用。考虑现在油价比较高，好的营地与普通旅馆价格上也差不多，能节省出来的大部分花费也就在吃上。拖挂的另外的好处是，停在家里可以做后备仓库，比如有时候保鲜膜、锡箔纸家里的用完了，来不及去买，就到房车里取来先用着。达克有时候做视频也躲到房车里做剪辑。刚才讲的房车的乐趣来自你将所有的错误都犯一遍，达克几乎陷进了每个坑，有大有小。
第一次自己挂着拖挂在周边熟悉一下，出门不到2英里，遇到路口红灯，后面上了一辆小车，司机摇下车窗，告诉我有东西从拖挂上掉下来。达克赶紧找个地方停车查看，原来是热水器散热的塑料挡板没有关紧，车一提速掉在地上。回去找到时已经被其他车辆碾得粉碎，这还好办，网上花40元买了新的。虽然车龄已经8年，但车上很多配件标准都没有变，尺寸统一。之前马桶也是在网上买来新的，很容易更换掉。适应了驾驶，在离家不到5英里的一个州立公园露营地做了第一次露营。开始倒车还不过关，好在很多营地可以直接开进位置。第一次露营遇到的坑是，离开时先撤掉了拖挂车轮前防止车移动的木头，结果在连接皮卡和拖挂过程中，拖挂一滑，连接前端直接杵到地上。好在在营地，工作人员取来千斤顶，很快解决了问题。问题不大，就是周围露营的人看着很尴尬。此后还遇到的小问题有：连接的电缆脱开，做饭用电磁炉，空调一启动，保险断了，尾灯不亮，行车时忘了固定柜门，到了站一看东西掉了一满地。还有一次拖挂的钥匙掉在营地上，急得找了半天。吃一堑长一智，绝对适合房车旅行。就因为细节很多，在北美著名的连锁房车营地看到过这样的提示牌：房车旅行是在事前和事后有很多工作做，旅途则相对轻松。确实，稍微疏忽可能就有大麻烦，这是网上一些意外和事故：过桥、火灾、摇摆。达克最喜欢北美地区最火的华人房车博主布鲁斯，最近在加州遇到大雪，也出了事故，好在人平安无事。达克遇到最大的麻烦不是在路上，因为我们的拖挂小，前车有足够的动力，一直行驶平稳。我们的麻烦发生在自己的院子里。2020年2月，纽约上周一场大雪压断了很多树枝，不偏不斜，搬家后10多年没有遇到的事情，就在停放拖挂第1年过冬时发生了。旁边一棵松树，一大段树枝被大雪压垮，分成2大截砸在了房车顶上，其中一截胳膊粗的树干直接插进了房车里，里面的壁橱也被震裂，车顶空调也变形。此时拖挂刚买来不到半年，在周边露营2次，跑了一趟佛罗里达，小概率事件居然就赶上了。首先想到的是问问保险公司，我们的保险经纪人很好，买车时已经帮忙查了，拖挂跟着前车的保险。不过这是在行车的过程中，现在是在家里院子里停放，属于院子里的财产，赔付额就很低。这又给我们上了一课，后来特地为拖挂也买了保险，其实1年才$100多，这样在家院子里和营地遇到类似的意外，可以得到补偿。在黄石公园旁边有个华人经营的房车营地，在他们的公众号上看到营地也有树枝砸坏房车的意外发生。营地的主人就曾好心地提醒大家记住买保险。像拖挂损坏到如此程度，送到修理厂修，估计费用与购买的价格也差不多了，只能自己动手修。2020年疫情正流行，时间倒是有了，于是参照 YouTube 上的前人经验，将车顶全部换掉，里面则修复吊柜，干起来难度系数比家里精装修要简单。自己干用料就选好一些的，车顶的木板、保温材料都选到最高级别，防水防漏也不含糊，每个螺丝每条接缝都做得自己放心满意。既然车顶都掀了，达克也加上了些新的东西，在车顶再装一个换气扇，彻底解决做饭时的油烟和味道，再加上4路监控，布线正好在车顶上。原来的手摇支架换成电动的，一下子就轻松很多。车里也加装了折叠桌、阅读灯、充电口，还将微波炉上移，腾出了一个很实用的小空间。最麻烦的是空调很重，
拿到车顶，即使有人帮忙也很费劲。后来学古埃及人用斜面搬锯时，我把皮卡开到拖挂旁边，借助梯子的斜面，一个人就把空调推了上去。结果第一次买的空调接口还不对，退掉又换成合适的。前前后后一个人几乎全职忙活了1个半月，还真整得像那么回事儿。后来使用中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对面职业修车大叔时不常过来参观点赞。经此一遭，达克倒对拖挂上很多部件非常有信心了，小小的二手拖挂也必走自珍，成了宝贝。进入4月，邻居把存放在营地过冬的拖挂接了回来，高速上南来北往的房车也逐渐多了起来。达克也揭开了车罩，清理检查冬眠了好几个月的小家伙，盘算今年让他带我们去哪里。